檀香如屑开启人间副本，颜淡被抹去记忆送去人间，从咸鱼仙女变成了自由自在的花妖。应渊下凡历劫，摇身一变变成了捉妖师唐周，专业对口的男女主角注定再次相遇。花妖颜淡和仙子颜淡人设是类似的，古灵精怪、正义感爆棚的善良女主人设。应渊和唐周的人设大不同，应渊因为身份和出身的双重原因，将自己放进了神龛中，主动放弃七情六欲。应渊的人性天性在唐周身上得到了释放，坚持自我、偶尔有些任性的年轻人。应渊和唐周是割裂的，程毅将两个角色演示得很好。帝君高冷主要是腹黑，期待他出演的第三个角色修罗玄烨。别再执着了，做我的帝后吧。网友对渣男的期待值很高呀。应渊在燕王川被伏击，唐周在人间被偷袭，都和渣爹有关系，坑儿子第一名。冷江是玄烨的得力干将，多次刺杀应渊。预告片中，唐周给莲花妖戴上了银镯子。第一次应渊诓骗颜淡戴上布离镯，第二次在地崖再次戴上布离镯，第三次人间唐周给颜淡戴上银镯子。镯子是男女主的定情信物，三次送镯子寓意大不同。在咸虚天宫高密度撒糖片段中，这个镯子显得没那么起眼，但实际上它隐藏了很多帝君的套路和情谊。前期很多次帝君听到颜淡又来了时的都会微微的撇眉，浮出一丝略感无奈的微妙神情，就像他在香气面前需要保持克制一样。面对颜淡的聒噪也是如此，内心深处很喜欢，理性去告诉他不可以，心有杂念。禁欲是脑部思考，但大脑总有休息的时候。情由心生往往在一瞬间，谁也无法预判下一次会在哪一瞬间。颜淡敢在他赤身沐浴的时候闯进来，就是他万万没想到的。这种场合下，面对自己的动情之人，难免气血涌动。应渊始终泡在浴池里没起身，而颜淡得意洋洋，直到应渊用仙法扯下他的腰带，他才慌忙逃走。扯腰带这事不符合帝君的作风，颜淡没想到此举会多少令他感到有些羞耻，而他的闯入也给应渊的内心又添了几分暧昧。颜淡带着他的聒噪走了，应渊才逐渐平复。颜淡的那条腰带是他姐姐给他绣的，他想要回，所以这次很乖，老老实实的完成了缝补玉带的工作。作为奖励，应渊赐了布离镯给颜淡，其意有四：一是个人小趣味。应渊给颜淡戴上镯子之后，才告诉他这件法器的作用。看着颜淡一脸娇羞，瞬间切换成张牙舞爪的模样，他觉得甚是有趣，跟犯规的乐趣差不多。二是掌控颜淡跟他的相处距离，以免乱他心神的事情再次发生。所以在咸虚天宫，他施的布离镯锁一直是15步。颜淡张嘴聒噪时，他便启动法术将他弹飞。三是套路颜淡苦修仙法，别浪费天赋。颜淡无法近身偷袭，想复仇便只能去研究远程技能。他去藏书阁借书时，陆明告诉他远程技能属于中高阶仙法，全都存于咸虚天宫。也就是说，只要颜淡想学，优质资源唾手可得。长久以来，他缺的是修仙的动力，应渊给他的方式给了他这个动力。把颜淡成长起来的这段剧情穿起来，可洞见应渊对颜淡的良苦用心。老神仙的城府也不一般，从想到布离镯的时候，他就已经算到了以颜淡的性子会走到结束的那一步。布离镯的第4层意思是保护。布离镯虽不足以对抗高段位的魔族，但对付一般的妖魔鬼怪应该没问题，关键时刻或许能护颜淡一命。比如魔族奸细混入浅玉宫偷紫薇瓶时，这里有对比。芷溪作为灭法阁的副掌事都打不过魔族，而颜淡以仙力抗衡却赢了对方。一部分原因是超出了这段时间他的确进步了，另一个原因是布离镯加成，双方僵持不下时，镯子散发着异样的灵光，像是力量凝聚时爆发，帮了颜淡。魔族带兵扰乱天界，应渊救颜淡的时候被破神刀砍了一刀。晚上颜淡在咸虚天宫帮应渊抹药，2个时辰后，应渊即将率军出征，而他很有可能再也回不来。于是在这里，他想把想说的、能说的话都对颜淡说了。应渊叮嘱颜淡，本君走后你不可懈怠，然后把镯子给他摘了下来。仙魔大战，应渊复昌，要么入魔，要么死。他将自己捆在了昆仑神树下，利用神树吞噬灵力的技能与魔性对抗。而颜淡伪装成无名小仙，执意要在地崖陪伴应渊，还说要将枕头也带过来，意思就是要住在这里。
他说这话之前，幽渊已经有所怀疑，此人应当是严旦。听他这么一说，他的内心当即是有些慌了。他总嫌弃严旦无赖，是因为他拿严旦没办法，这次也一样。他知道，如果是严旦，一定会按照他所说的那样，把枕头搬过来，天天守在这儿。他很担心自己魔性发作时意识不清，护不住严旦。即便此刻他尚无10成把握小仙击严旦，他也不想让严旦受伤的那种可能性存在，所以他让小仙伸出手，随即将不离镯戴在了他的手上，并将不离镯的用法告诉了他：入尘为开，破空为闭。意思很明显，就是必要时你可以自己施法阻止我靠近你。我觉得相比第一次，这次送出不离镯才是纯粹的保护的意义。第3次是什么意思呢？不离镯是翠绿色的玉镯，第3次是银镯子，开端处有3朵莲花的图案。银镯子更像是凡间的产品，莲花妖无比自恋，主要是无奈有宠溺。这次送镯子更像是在送定情信物，唐周在宣示自己的主权。第3次的银镯子其实在幽渊的梦境中出现过。不离镯虽然碎了，但是新镯子的故事还将继续，为沉香如屑大结局埋下了伏笔。